我是京城第一草包美人，却嫁给了惊世绝艳的铁面御史。婚后，他清冷疏离，不苟言笑。可是有一天，我却突然听到了他的心声。这奏章毫无头绪，愁到我头秃。若是夫人能给我把玩一番，定能文思如泉涌。嘎！我口中的荔枝差点噎死我。把玩一番？怎么把玩？是我理解的那样吗？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崔锦瑜此刻正一袭青衫，端坐于书案后，骨节分明的指尖捏着一杆子毫，俊逸严肃的脸上眉头微蹙，看起来清冷孤傲，好似画中人。刚刚那句话真的是他的心声。我不动声色走到了他身旁，试探着问道：夫君可是乏了？妾身帮夫君按揉一下吧。崔锦瑜抬眸看了我一眼，清俊的脸上依旧是那副寡淡疏离的样子，怎好有劳夫人？夫君无需跟妾身客气。我试探着伸出手来，揉捏上了崔锦瑜的肩头。崔锦瑜俊美无愁的脸上依旧冷冰冰的，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可是随即他的骚操作来了。多谢夫人，夫人受累了。他拍了拍我的手，而后状若不经意般就把我的手握在了他的掌心里。几分钟后，他笔尖挥洒，灵感似涌泉喷发，一篇800多字的文章，文不加点，一蹴而就。而我的那只手始终被他握在掌心，被他又揉又捏。我站在一旁，扫眉搭眼，内心一片吐槽，所谓的把玩一番，就这样。皇天在上，恕我冒昧了。我是将军府的嫡出大小姐，自小与崔锦瑜定有婚约。10年前我穿越来的时候，我亲娘已经去世。我爹的宠妾柳姨娘掌家，她正立志要捧杀我。我给她来了个就是躺平，吃喝玩乐，终是得了个京城第一草包美人的混名。柳姨娘笑得牙花子都要飞出去了，她撺掇我爹去找崔锦瑜，说我已经配不上崔锦瑜了，不若以沈燕替嫁。崔锦瑜却是个认死理的，谨守婚约，依旧娶了我。成亲那日，替他惋惜的人占满了整条朱雀大街。都说崔锦瑜一朵鲜花插到了我这坨牛粪上。崔家是百年簪缨世家，规矩良多。崔锦瑜更是严肃端方的御史，每日不苟言笑，房事上也颇为淡漠。婚后这1个多月，我着实是没敢造次。床子之间，角色当前，我憋得内心一片通黄。梦里都对着崔锦瑜的公狗腰嘶哈嘶哈的流口水，却也只得一忍再忍，没敢表现得太过分。哪知道崔锦瑜竟是这样的崔锦瑜，这就太惊喜了。夜里，我坐在梳妆台前，一如既往的睡前护肤。崔锦瑜则一袭月白里衣，穿得整整齐齐，倚坐在床头看书。烛火映照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他容色甚极，仿似谪仙人。可是他内心却是这个角度的我，是不是格外好看？我已经保持这个姿势1刻钟了，夫人怎么还没注意到我？哈哈哈！我憋笑险些憋出了内伤。夫君，我笑着转过身来，打断了他内心的碎碎念。崔锦瑜优雅地放下了书卷，面上依旧是那副冷静自持的模样。夫人，何事？妾身早就听闻，夫君丹青乃是一绝，向来千金难求。夫君能否为妾身画一幅像啊？我笑着问向了崔锦瑜。有何不可？夫人稍后，为夫这边去取笔墨。崔锦瑜优雅地起身。灯下会美人，天知道我想做这件事儿有多久了。没想到夫人竟主动提出来了。机不可失，快快快！崔锦瑜一路疾行，亲自去取画具了。脑袋撞到了门框上，都不曾让他减速。哈哈哈！崔锦瑜啊，崔锦瑜，既然你是这样的崔锦瑜，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看你能装到几时。我从御房内走出的时候，崔锦瑜正低头铺纸研墨，只是待他饱蘸墨汁，抬头看向我之际，却震惊地瞪大了眼睛。烛火摇曳下，我穿了一件大红色的浴衣，那浴衣是薄纱材质，上面遮不住肩膀头子，下面盖不住胯骨轴子，一身雪白若隐若现。我赤足，娇滴滴往那儿一站，就听得崔锦瑜内心一片咣当当。夫君，可以画了吗？我状若纯真地看向了崔锦瑜。崔锦瑜的喉结狠狠地耸动了一下，呆若木鸡，连内心都一片安静，
显然大脑已经宕机了。怎么？这样不妥吗，夫君？我轻抬了一下玉腿，娇羞地问道。啊，妥。崔锦瑜俊脸红得好似要滴血，急忙低头在纸上画了几笔。他深吸了几口气，却依旧眼尾泛红，气息紊乱，月白的里衣之下已经明显支了起来。又勉强画了几笔，终是把那价值千金的紫毫笔随手一掷。崔锦瑜眸中情欲翻涌，大步向我走了过来。怎么不画了，夫君？我捂着胸口，眨动着眼睛，无辜地问道。崔锦瑜却没有回答我，一个打横，强势把我抱起，疾步奔向了床榻。哈哈，我还没出大招呢，这就装不下去了。我把头埋在崔锦瑜胸前，笑得像个得志小人。可是下一秒，我就笑不出来了。有滴滴答答的液体滴落在我身上，我伸手一摸，居然是血。啊，夫君，血，你流鼻血了。来人，快叫府医。这一夜兵荒马乱之后，崔锦瑜一连躲了我好几天。这几天，他整天板着俊脸，看起来异常森冷，府中下人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可是我每一次路过他，都能听到他心中在哀叫：颜面尽损啊，颜面尽损！我心里笑得直抽抽，想说这就是你整天死装，每天禁欲的结果。当然，这话是不能宣之于口的。一直到了春日宴这一天，我主动找上了崔锦瑜。夫君近日身体可大好了？我满脸关切，煞有介事地问道。多谢夫人关心，已经好多了。崔锦瑜一身绯色官服，腰束玉带，身形挺拔如松，真是风神俊朗，狼艳独绝。只是他面上冷冷的，半偏转着身子，连个正脸也不给我。我压抑着心头的笑，轻咳了一声，正色说道：夫君，妾身查了医书，春3月气候干燥，容易肝火上炎。肝火上炎就会流鼻血。妾身亲手为夫君准备了一个香囊，里面有菊花、决明子等药材，夫君随身携带，一定能对身体有益。我拿出了一个香囊，郑重其事地递到了崔锦瑜面前。崔锦瑜面色一正，随即内心便发出一片欢呼。原来夫人以为我流鼻血是因为天气原因啊！夫人太单纯了，倒叫我这些日子白白羞愧了。多谢夫人，夫人有心了。崔锦瑜眼中有流光闪过，接过了香囊，直接系在了腰上。夫君，今天是齐王府春日宴，齐王妃一早就下了邀帖，夫君能陪妾身一起去吗？我笑着开口问道。春日宴吗？自从娘亲那年在春日宴上出了意外，我就再也没参加过春日宴了。崔锦瑜内心的声音令我挺意外的，我没想到春日宴竟是他的伤心的。我赶紧说道，如果夫君不得闲，妾身一个人去也无妨的。得闲？来人，备车。崔锦瑜竟强势打断了我的话，随即他换了一身常服，就陪我一道出了门。我和崔锦瑜到了齐王府的时候，现场早已经是人头攒动。铁面御史崔大人居然来了，这真是稀奇事。他身边的就是他的新婚夫人沈如意吧？果然国色天香，美则美矣，实则胸无点墨。要不是仗着将军府嫡出大小姐的身世，又如何嫁得进崔家？是啊，京城第一草包美人，说的就是这位夫人。众人暗戳戳对我指指点点，我早已经习惯了。这10年来，自从我刻意摆烂以来，世人蛐蛐我，也不外乎就是这些话，说我除了家世和美貌，一无是处。听听，这算是骂我吗？如果算的话，让骂声来得更猛烈些吧。只是我身旁却是传来了崔锦瑜阴恻恻的心声。黄侍郎、李少傅、张总兵，分明是你们的夫人长得歪瓜裂枣，也敢乱嚼我夫人的舌根。好，我记住你们了。我怜悯地看了一眼蛐蛐我的那几个人，就这么被冷面御史记在小本本上了。真惨。崔锦瑜满身森冷气息，也不同那几人打招呼，而是直接带着我越过了他们，往前走去。迎面倒是遇到了齐王和齐王妃。齐王妃也姓崔，是崔锦瑜的本家姑姑。一见了我们，齐王妃很是热络，拉着我们说了好一通话。崔锦瑜满身的森冷气息总算稍稍收敛了一些。王爷、姑母，春3月气候干燥，容易肝火上炎。
王爷和姑母要多注意身体啊。崔锦瑜静温声说道。齐王妃大概头一次听到崔锦瑜说这种话，不由得满脸惊喜，连声赞道：锦瑜成了亲之后，果然不同以往了，居然会嘘寒问暖关心人了。姑母谬赞，侄儿也是听我夫人说的，前几日侄儿身体抱恙，我夫人特意为侄儿查了医书，又亲手制了这香囊配在身上。好家伙，崔锦瑜竟一次性说了这么多话，把齐王和齐王妃都惊呆了。好半晌，齐王妃才反应过来，急忙说道：哦，锦瑜果真是娶到了一位好夫人，竟这般体贴贤惠，锦瑜好福气啊。齐王也跟着说道：是啊是啊，当真是令人羡慕。王妃何时也为本王制个香囊配在身上啊？羡慕就对了，我这么明晃晃的香囊挂在腰上，你们都看不见，只能我主动提醒了。崔锦瑜心满意足，带着我继续不动声色的向其他人显摆他的香囊去了。就连路过了一条狗，崔锦瑜都在暗暗炫耀：你怎么知道这是夫人为我做的香囊？虽然我知道崔锦瑜内心闷骚，可依旧被他的骚操作打败了。崔锦瑜啊，你是缺爱吗？一个香囊而已啊，至于连路过的狗子都显摆一下吗？可不知道为啥，我望着他清冷孤傲的身影，听着他满心欢喜的碎碎念，我竟莫名有些心酸。夫君，妾身走累了，我们在这里歇歇吧。我拉着崔锦瑜坐到了湖边的长椅上，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微风和煦，美人在侧，这一刻当真是惬意，我舒服的像猫一样眯了眼睛。当年娘亲就是落入了这片湖水中，意外去世的，崔锦瑜的心声却在我身边哀哀地响起。啥？我条件反射一般就跳了起来。健腿啊健腿，你在哪里累不好，偏偏要在这里走不动了？崔锦瑜脸上犹带着一抹掩饰不住的伤感，几分诧异地转向了我。怎么了，夫人？啊，没啥，突然又不累了，要不我们再走走吧？夫人，陪我在这里坐坐吧。崔锦瑜拍了拍他身侧对我说道。他的手骨节分明，白皙修长，他的脸俊美绝伦，带着一抹伤感，那隐隐的破碎感看得我心里直发酸，也就急忙依言坐到了他的身旁。崔锦瑜棱角分明的脸上古井无波，盯着眼前的这片湖水，内心却满是哀伤的回忆。那年春日宴，我爹的白月光就在这湖边故意落水，想要陷害娘亲。娘亲跳入湖中去救人，这一跳便再也没上来。娘亲，我好想您，想念您给我做的兔子灯和麦芽糖。娘亲，您若还活着，该有多好！您亲自为儿子挑选的妻子，儿子甚喜之。可惜您却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切。后宅的阴私手段，十之八九跟落水有关。当年我没有能力保护娘亲，若今后有人胆敢用这种卑鄙手段算计我夫人，我定令其生不如死。我听着崔锦瑜心头的碎碎念，真是从心酸到感动，正想牵过他的手，好好安慰他一番。可是就在这时，我们不远处却是突然传来了扑通一声，随即一个女人一边向我们跑来，一边大声叫道：不好了，燕儿落水了！贤婿，你快救救燕儿吧！我一看，好妈，那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爹的妾室柳姨娘。而不远处正在湖水里扑腾的，便是我的心机庶妹沈燕儿。沈燕儿一直爱慕崔锦瑜，柳姨娘不遗余力把我养废，就是为了沈燕儿能替我嫁进崔家。然而崔锦瑜谨守婚约娶了我。听闻我成亲那日，柳氏和沈燕儿气得差点原地去世。今儿沈燕儿突然落水，这分明是要搞事情啊！可惜他们在这个场合算计到了崔锦瑜头上，等于是正中枪口，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柳氏啊，请开始你的表演吧。我面色平静，笑盈盈的看好戏。贤婿贤婿，你快救救燕儿吧。柳氏满脸惊慌，跑到了崔锦瑜面前，气喘吁吁说道。崔锦瑜闻言，面如锅底一般，沉声呵斥道：大胆柳氏，你不过是将军府的一介妾室，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谁给你的狗胆，敢唤本官贤婿？柳氏被骂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却也赶紧改口：崔大人，是奴婢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快救救我女儿吧，她落水了。你女儿落水，
与本官何干？这园子里到处都是侍从护院，你不去寻他们，反倒来寻本官，莫非本官很像专职打捞的人吗？崔锦瑜厉声斥道。柳氏都懵了，却也硬着头皮说道：不是的，不是的，崔大人。可是嫣儿还是个未定亲的黄花闺女，怎么能让那些侍从护院近身啊？男女大防，嫣儿的清白要紧啊！混账！莫非本官不是男人？崔锦瑜脸色更黑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园子里的众人便纷纷围拢了过来。有人落水了，好像是大将军府的庶女沈嫣儿啊。没错，她姨娘柳氏正在求崔大人救人。求崔大人救人？莫非这柳氏母女有所图谋？不懂，且看看吧。众人指指点点，独留沈嫣儿在其腰深的湖水里继续扑腾。这，崔大人，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柳氏神色慌乱，急忙摆手。那你是何意？崔锦瑜森冷的目光紧紧盯着柳氏。你是想本官救下沈嫣儿，破了男女大防，就可以借机把她塞给本官为妾了，是不是？柳氏闻言，脸孔一下子变得惨白，很显然，她被崔锦瑜说中了心思。崔锦瑜的声音更冷，而后你妄想本官如我岳丈一般，宠妾灭妻，不分尊卑，让沈嫣儿像你一样，在我府中一人独大，作威作福，对不对？不是，不敢。柳氏吓得连连摆手，后退了一步。崔锦瑜却根本不给他辩解的机会，上前一步，步步紧逼。不敢。本官看你母女二人胆子大得很，若非本官明察秋毫，岂不是中了你们的奸计？到那时，本官的夫人就会难过失望，就会与本官离心，甚至会自寻短见，了结性命。而后，本官就会伤心欲绝，郁郁而终。到最后，沈如烟便可独霸本官家产，对不对？回答我。柳氏脸色惨白，冷汗潸然而下。你们母女这是在谋财害命。崔锦瑜一字一句，斩钉截铁般给这件事定了性。我瞳孔地震，看向了崔锦瑜，满脸的惊艳。我料到崔锦瑜会收拾柳氏母女，却没想到崔锦瑜居然这么狗，比我想象的还要狠辣，还要强词夺理。这就是传说中的铁面御史。这逻辑，这口才，这小嘴巴巴的，难怪在朝堂上皇帝都要避其锋芒啊。柳氏在内宅上算牙尖嘴利，可对上了身经百战的崔御史，也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他浑身哆嗦着，跌倒在了地上。冤枉啊！我没想那么多啊！湖中的沈嫣儿也顾不得假装扑腾了，顶着一头水草和淤泥，一脸懵逼地看向了崔锦瑜。自己就落个水，怎么就成谋杀犯了呢？京兆尹何在？崔锦瑜一声断喝。崔大人，下官在。京兆尹忙颠颠地跑过来了。本官要报案，柳氏母女心思歹毒，恶意设局，意图谋害本官和夫人，图谋本官之家产，其心可录，其罪当诛。崔锦瑜冷声喝道。围观的众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以往这种聚会上，女眷落水碰瓷的事儿也时有发生，可是这碰瓷碰成了谋财害命的，还是头一桩。这崔御史当真是京城第一不好惹的主啊！柳氏母女直到此刻才真是怕了。沈嫣儿也不用别人救了，自己就爬上了岸，与柳氏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该说不说，崔锦瑜今儿这通举动着实是大快我心。以往面对这对母女的阴谋诡计，都是我一个人应战，如今崔锦瑜在侧，直接给这对母女以降维打击，我连一句话都不用说，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姐夫，嫣儿承认此番落水是想设计姐夫。嫣儿爱慕姐夫已久，哪怕成为姐夫的妾室，嫣儿也心满意足了。可是嫣儿实在没有谋财害命之心啊。沈嫣儿哭着说道。是啊，崔大人，我们再也不敢了，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柳氏亦是大声哭求。京兆尹，崔锦瑜却理都不理他们，又沉声一喝。京兆尹也头疼啊，一边是大将军的妾室和庶女，一边是铁面御史，这差事不好办啊。不过显然眼前的铁面御史更不好惹，于是京兆尹大手一挥，厉声吩咐道：来人啊，将嫌犯柳氏母女拿下。不要啊！柳氏和沈嫣儿哭成一团。
贤婿啊贤婿，手下留情。我那渣爹关键时刻赶来了。我爹设下老脸，当众好一通求情，最终我爹承诺把柳氏即刻发配到庄子上，沈烟禁足1年，崔锦瑜才算松口。我爹垂头丧气地带走了柳氏和沈烟，在场众人吃瓜吃到饱，一个个心满意足地散去。我正想向崔锦瑜道谢，却是听得一个毛毛躁躁的声音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表妹，如意妹妹，你没事吧？表哥来迟了。”我扭头看去，就见一团绿色的身影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表哥，来人正是我舅舅家的表哥，京城第一纨绔霍思年。霍思年面如冠玉，唇如涂脂，天生一副富家公子哥的面相。今儿他穿了一身极为骚包的翠绿色锦袍，打远一看像条绿豆虫一样，浑身花里胡哨，挂满了各种香囊吊坠。跑到我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大汗淋漓。表妹，我听人说你落水了，唬得我马球都不打了，赶紧跑过来。你怎么样？不要紧吧？霍思年紧张地围着我转了一圈，我看着他这样子，不由得忍俊不禁。表哥，落水的不是我，是沈烟。霍思年拍着胸口，长舒了一口气，是他啊，那个小绿茶活该，只要不是如意妹妹就好。霍思年说着，抽出了我手中的帕子，一通胡乱擦汗。哎，表哥，我想阻止都没来得及，就听到耳边响起了崔锦瑜哀哀的心声，这就是夫人的那个竹马白月光。白月光，我是和霍思年从小一起长大，可是霍思年在我眼里就是个二愣子啊。我讨厌柳姨娘和沈烟，就经常去外祖家玩。霍思年与我年纪相仿，又精通各种好玩的事儿，我们俩世人眼中的一个草包，一个纨绔，倒是经常一起吃喝玩乐。但是要说霍思年是我的白月光，那就太扯了。我赶紧从霍思年手上抢回了我的帕子，又嫌上面都是臭汗，一时间捏在手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崔锦瑜面沉似水，抬手把那帕子接了过去，揣到了他自己怀里。霍思年这个愣头青这才注意到了崔锦瑜，原来妹夫也在啊。随即他又兴致勃勃冲我说道：“如意妹妹，你看我为你淘到了什么好东西。”霍思年说着，从怀里兴冲冲掏出了一本书来，你最喜欢的海棠洞主出了新画本子，我第一时间为你抢到了。孙英那憨货还想跟我抢，简直是不自量力。表妹，你说他哪次抢得过我？上次抢那满绿的簪子。霍思年滔滔不绝，根本不容别人插嘴。他跟夫人为何有说不完的话？他连夫人的喜好都那般清楚，难怪满京城的人都说他二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怎么办？心口好痛啊！崔锦瑜的心头哀声一片。夫人，为夫去前面等你。崔锦瑜面上清冷，转身向前走去。我赶紧接过了霍思年手中的画本子。那啥，表哥，山脚那边有斗鸡的，你不去看看吗？有斗鸡的？在哪儿？在哪儿？我去了。霍思年又踩着风火轮跑了。崔锦瑜正站在一株桃花树下等我，微风吹过，落英缤纷，一袭白衣的崔锦瑜风华绝代，绝世无双。桃花虽艳，却难及他半分。我走到他身边之际，依旧能听到他哀哀的心声。夫人是因为与我自幼有婚约，才嫁给我的吧？在他心里，应该很喜欢霍思年吧？这青梅竹马的情谊，我不能及。我走到他身侧，主动牵住了他的手，真心实意对他说道：“夫君，谢谢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我欢喜得很。”崔锦瑜看向了我，面上已经恢复了一贯的清冷。无妨。夫君，我不等崔锦瑜说完，便继续说道：“我和表哥自小一块长大，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表哥天性纯良，他对我也只有兄长对妹妹的情谊，还望夫君不要误会。虽然看着铁面御史暗戳戳吃醋，挺有意思的，可是我可不想因此生出狗血的误会，我是有嘴的，必须马上说出来。”崔锦瑜眼前掠过了桃花两瓣，仿佛在眸光中漾起了2圈涟漪。他惊喜点头，紧紧回握住我的手。我信夫人。春日宴之后，我和崔锦瑜的关系明显亲近了很多。我为他亲手糊制了小鱼灯，带着他一起做麦芽糖。
陪她去寺庙为婆婆供灯。她生命中的遗憾，我一点一滴帮她弥补。每一次，我都收获了她内心满满的感动。我充分利用我的金手指，只根据她的心声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彻底忽略她表面的清冷。于是乎，孤傲冷傲的崔御史便经常能被人撞见陪着夫人游山玩水、泛舟纵马。京城的大街小巷中，也经常能出现崔御史为夫人买零食、拎画本子的身影。至于床子之间嘛，我终于彻底解锁了崔御史的真实实力。只是解锁之后，却有些后悔，崔御史的强悍实在是令我有些难以招架。最好玩的是跟他下棋，琴棋书画都水平麻麻的我，每一次却都能精准地预判崔锦瑜的棋路，把他杀个片甲不留。惊才绝艳的崔御史震惊不已，一次次在内心发出惊叹：夫人奇技之精深，冠绝当世，我不能及也。这一日，观音寺庙会，崔锦瑜依旧陪我一同前往了。我们俩做寻常夫妇打扮，一路闲逛，倒也颇为惬意。夫君，我想吃观音寺的素面了，夫君陪我可好？我笑着问向了崔锦瑜。好啊，崔锦瑜淡淡的应道。可是他的心头却是，夫人的爱好竟与我一般无二，我从小便喜欢观音寺的素面。果然，夫人与我是天生一对。我在心里忍俊不禁。于是我们二人去吃了素面，又为他娘亲上香祈福。下山之际已是黄昏，马车行驶在山道上，我靠坐在崔锦瑜肩头，昏昏欲睡。陡然间，却听得一声呼哨，马车外有惊鸟出林，同时传来了凄厉的马嘶。不好，有刺客！我脑子里堪堪闪过了这一个念头，便耳听得破空之声，随即两支利箭一前一后，带着雷霆万钧之势，直奔崔锦瑜而来。崔锦瑜第一时间拔出了车座下的剑，挑开了第一支箭。可是第二支箭却眼见着要避不开了，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便合身扑到了崔锦瑜身前。崔锦瑜会武功，他安全，我们尚有活命的可能，他如果受伤了，我俩都得完完。可是我低头的瞬间，看见长剑竟洞穿了我的身体，从胸口透了出来。我擦，这还能活吗？这是我昏迷前的最后一个想法。夫人，我隐约听到了崔锦瑜撕心裂肺的一声惨呼，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回到了现代世界。我正趴在工位上午睡，面前的电脑上是我没做完的报表。我擦，原来那富贵迷人的10年，竟只是黄粱一梦啊！我就知道我哪有那种命啊！将军府大小姐冷艳御史的夫人，我也真是敢梦啊！只是这梦境过于真实，常见透胸的痛楚似乎依稀还在，疼得我眼泪都出来了。抽张纸，正想擦眼泪擤鼻涕，却听得经理在前面叭叭：下面让我们热烈欢迎新总裁崔总。我一边擤鼻涕一边抬头，就见一道颀长身影伴随着大家的掌声踏入了办公室。那人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西装，眉眼如翠寒星，薄唇微抿，浑身散发着清冷的气场。好帅啊，比照片上还帅。我周围几个女同事发出了没出息的低呼声。崔锦瑜，我擤鼻涕的动作不由得僵住了。台上站着的新总裁跟我梦中那铁面御史夫君简直一模一样啊！几天前我就知道要空降的新总裁叫崔锦瑜，他的帅照也早已经在我们员工群中疯传，所以我这是趁着午睡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在梦中歪歪了一下我家新总裁啊！这种事儿果然是我这种大黄丫头能干出来的事儿。果然梦里啥都有，只是想想梦中跟崔锦瑜亲密至极的那些举动，我也禁不住老脸一红，心虚得很，根本不敢再看人家。赶紧借着擤鼻涕的动作，我低下了头来。一场春梦了无痕，梦中男主角那么帅，我这一场梦着实不亏。梦醒之际，该干嘛干嘛吧。报表还没做完，工作还有一大堆，牛马的日子还得继续啊。可是我怎么觉得周围的氛围似乎有些不对？我感觉到似乎有无数道目光正在向我身上汇集。我眼角的余光隐约瞥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正在向我走来。如意，是你吗？崔锦瑜竟站到了我的身旁，有点逆光，
导致我看不清他的神情，只觉得他的目光如同有重量一般，直直落在我身上。对，是我。总裁好，我是叫沈如意。我急忙起身，点头哈腰，尽显牛马的卑微。哪知道下一秒，我竟整个人落入了崔锦瑜的怀抱中，梦中那熟悉的冷香直冲我鼻孔。崔锦瑜紧紧地抱着我，浑身似乎都在轻颤，以一种令人心悸的声音伏在我耳边，哑声说道：“10年了，夫人，我找你找得好苦。”我听到了周围同事们齐刷刷倒吸冷气的声音，我也隐约看到了我旁边工位的女同事张大了嘴巴，摇摇欲坠的身影。我的大脑有些宕机，短暂的争冲之后，我还是挣脱了崔锦瑜的怀抱，局促不安地说道：“崔总，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还未婚啊！”我抬头惊愕地看向他，脑海中的梦境与眼前的现实不由得重叠交织。他的眉眼间依旧是那抹清冷，却又在看向我时盛满了无尽的情意与思念。崔锦瑜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一个打横，强势将我抱了起来，转身对呆若木鸡的众人说道：“对不起各位，我有些家事需要先处理一下。”在众人一片呆滞的注视下，我被崔锦瑜一路抱着，塞进了他的迈巴赫，又一路疾驰，来到了他的800平豪宅之中。这期间，我掐了我大腿好多次，来反复验证我是否还在做梦没醒。可是大腿都掐青了，得出的结论一直是我应该是醒着的。夫人，你不记得我了吗？崔锦瑜站在了我面前，颤声问道。我应该记得吗？我小心翼翼问道。崔锦瑜的脸上出现了颇为受伤的神色。这香囊，夫人也不记得了吗？崔锦瑜从身上摸出了一个香囊来，递到了我的面前。老天奶，这香囊看起来好眼熟啊，怎么就跟我梦中给崔锦瑜做的那个香囊一模一样啊？看看那像呆头鸭一样的2只鸳鸯，的确是沈氏出品，独一无二啊！莫非我梦中的那一切竟都发生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彻底懵了。夫人，你记起来了，是不是？崔锦瑜的脸上涌现了一片狂喜。我好像是做了一个梦啊。梦中我确实梦到了你，还跟你成亲了。我如实答道。夫人，那不是梦，那是另一个时空。在那个时空里，你我都是真实存在的。崔锦瑜紧紧握住了我的手，仿佛一松开，我就会跑掉一般。另一个时空，我真的惊了。我记得我最后被一箭穿心，是不是？崔锦瑜闻言，脸上现出了令人不忍直视的痛。他把我紧紧拥在了胸前，仿佛想把我嵌入骨血一般，嘶声说道：“你怎么那么傻？谁让你替我挡箭的？所以我那时就已经死了，是不是？”我抬头问向了他。崔锦瑜喉头滚动，缓缓点了点头。我一步一叩首，去观音寺拜求。求观世音菩萨，求满天神佛，把夫人还给我。悲痛过度，我晕死在观音殿前。再睁开眼，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10年了，夫人，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真是彻底惊了。不过，崔锦瑜随即精准说出了我与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令我不得不相信，那梦中的一切并非虚幻，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崔锦瑜是真的追着我，跨越了时空，追到了这个世界，并且苦苦寻觅了我10年。窗外的夕阳映照在他的侧脸上，恍如当日他在灯下那般，依旧是容色盛极的模样。他额头抵着我的，眼中是我从未见过的坦诚与热烈。夫人，我可以再娶你一次吗？上一世，我甚至连句心悦你都不曾说过，你就离我而去了。这一世，我会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爱你，若昆山玉碎之决绝，似东海潮生之不休。他眼中的深情，看得我心里直抽抽，我禁不住伸出手来，轻抚上了他的侧脸。梦中的那一幕幕，全数涌上了我的心头。这也是我全身心爱着的那个人啊！崔锦瑜，我也爱你。我扶住他的脸，重重地吻了上去。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